年少不知养生贵，老来方悔求医贫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回笼觉越睡危害越大，唯一需要担心的其实是，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？早晨醒来后又给自己补了个回笼觉，下次醒来就会直接穿越到2小时以后。甚至有些人在起床做吃了早餐、洗澡、看书、运动、跑步、处理工作之后，又爬回床上继续睡。再次醒来，有人觉得神清气爽，精神百倍，但有人却觉得反而头昏脑胀，更累了。回笼觉对身体到底好不好呢？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为什么总想睡个回笼觉？回笼觉和回锅肉一样，重点在一个回字。已经醒了，但还是累；已经起了，但还是累；已经做了一些事了，但还是好想回到床上。对于大多数成年人来说，每天睡够7到9个小时就够了。在睡到自然醒之前，身体各器官就已经逐渐由抑制向兴奋状态过渡。自然醒来后，虽然可能有点不适，但一般几分钟后就会缓解，不会感觉很累，也并不需要睡回笼觉。而有些人因工作、学习或娱乐，经常睡眠不足，那么就需要多睡一会儿。如果是被噪音、闹钟吵醒或惊醒，情况也会不一样。这时，大脑的兴奋程度还不够，大脑皮层还在发出继续睡呀指令，让人想继续睡觉。这就是回笼觉如此诱人的原因。回笼觉竟有这些好处。回笼觉本质上是对睡眠不足的一种补偿。不同人需要的睡眠时长不同，睡个回笼觉不仅可以恢复体力、补充睡眠，还可以稳定情绪，消除焦虑和抑郁，让白天的精神和情绪更好。平心而论，如果环境和条件允许，偶尔睡个回笼觉并没有什么坏处。如果昨晚没睡好，而今天又有特别需要集中精力的任务，那么睡个回笼觉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帮你找回最佳状态。总睡回笼觉有哪些坏处？正常情况下，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生物钟，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会有规律地调节着各种生理活动，让我们白天精力充沛，夜里睡眠安稳。但是长时间一会儿睡一会儿又不睡回笼觉，会拨乱了我们身体这个时钟的指针，打乱身体工作和休息的节律。那么带来的坏处就有点多了。一、代谢问题。大多数睡回笼觉的人可能直接跳过早饭，一觉到中午。长期如此会导致内分泌代谢节律紊乱，引发消化系统疾病，比如慢性胃炎、消化不良、胃溃疡、胃窦糜烂等，也会导致营养代谢的障碍。而代谢规律一旦被打乱，身体重新调节激素分泌，晚间未被代谢的脂肪囤积下来，最后导致肥胖。二、睡眠问题。如果睡眠时间已足够，那么再多睡1至2个小时，并没有什么更多的益处。很多人都有同感，白天睡多了，反而会精神不振，反应迟钝，无法有效适应日间的工作和学习。三、大脑功能问题。白天睡太多，也会干扰大脑功能的节律。如果大脑功能长期紊乱，会损害认知功能，具体表现为记忆力下降、注意力不集中、思维能力下降等等。对老年人来说，还可能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如何让回笼觉睡得更好？如果你经常能够自然醒，那么恭喜你，回笼觉根本不需要你。建议及时起床，活力满满地享受一天美好时光。但对于经常睡眠不足的人来说，回笼觉可以睡，但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建议过长，也不建议一会儿睡一会儿不睡，
而是尽量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。如果起床特别难，可以试试1分钟法则，躺1分钟，坐1分钟，起来活动1分钟。这样逐渐过渡，可以更好地摆脱你和床的纠缠。如果实在缺觉，可以补个20至30分钟的回笼觉或者午觉，尽量不要超过1小时。这样既能恢复精力，又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。当然，如果已经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障碍，比如入睡困难、睡眠质量差、总是早醒、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，建议及时就诊治疗，寻求专业的帮助。最后，希望每个人每天都能够睡到自然醒。